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我们现在呢就在 CES 现场啦。这次来 CES， 其中一个很期待的产品就是 MSI 居然也推出电竞掌机啦，而且居然还是一款 Intel Core Ultra 的电竞掌机。大家都知道，今年的 Core Ultra 虽然峰值效能提升有限，但能耗和 GPU 提升都算亮点，刚好跟掌机的需求不谋而合啊。另外，如果你有看我们在 IG 上的发文，IG 还没追踪的，现在赶快追起来。就知道 MSI 这次不只发表了掌机，还有一堆超酷的新东西，像是新款 Titan 笔电，居然用上了我手上这一大片超巨的 Vapor Chamber， 这个尺寸在笔电上是真的很狂啊！甚至还展出了用上水冷散热的 PCIe 5.0 SSD。还有来看这咖机壳 ，MSI 居然在海景套房的基础上再加LED 看板吗？好啦，废话不多说 ，MSI 今年到底在会场里展了哪些酷东西？一起来看看吧。好，那我们就不废话，直接来看重点中的重点 ，MSI Claw。我手上的呢就是 MSI 最新的电竞掌机 MSI Claw， 我这边也整理了8大必看重点。第一 ，MSI Claw 采用的是 Intel Core Ultra 系列的处理器，搭配上16GB 的 LPDDR5 记忆体，预计会有512、1TB 两个版本可以选择。不过要注意哦，因为目前是全球发表阶段，究竟台版到时候会有哪些版本，还是要等台湾上市确定。第二，萤幕跟随主流，采用的是 1080p 120Hz 的 IPS 萤幕，达到500尼特的亮度。第三，重点中的重点来了，我要特别鸣谢 MSI 现场的伙伴，居然在现场帮忙把机器拆开来让我们拍。哎呀，果然 RD 身上有螺丝起子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这算不算是全台首拆？好啦，这次 MSI Claw 我觉得内部有几个亮点。第一，他们塞了一组53瓦时的大电池。高莱是40 ，Steam Deck OLED 是50，大电量的确是趋势。MSI 也塞了双风扇加2根热管，然后特别的地方是，你看风扇周围有密封胶条，但是靠处理器这侧的风扇并没有密封，而是留了风道出口。根据 MSI 的分享，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气流不只是向外吹，也可以分流导向内部，也就是我框起来的这个区块，让废热不会积在机身里。内部的第3个亮点是 ，MSI 把 SSD 和网卡都压在了风扇底下。先说问题，对喜欢 DIY 换零件的朋友来说，要稍微花点时间把整个散热模组取下来才能替换。有顾虑不想麻烦的朋友，记得选 1TB 的版本就一劳永逸啦。但反过来说，风扇压在上面的优点就是 SSD 和网卡都不容易积热，并且我用微距镜头看了一眼，这台工程机用的是铠侠2230 SSD， 网卡则是 Intel Killer 的 WiFi 7网卡 BE1750， 用料也没有问题。好啦，内部先看到这里。在现场居然可以拍拆机，我们也是尽力了，也感谢 MSI 友情协助。那我们就回来聊第一个重点，处理器。没错，我们先前有介绍过，同时用 Intel 4加台积电 N5 加 N6 制程所打造的 Intel Core Ultra 系列处理器。我们 IG 上也有分享过我们拍摄的 Intel Core Ultra 本人。从这张图片上，你应该可以隐约看到 CPU 是有好几个分区组合起来的。没错，它是真的分开来制造，然后再把4个分区封装起来的哦。左边的 Compute Tile 采用的是 Intel 4制程所打造，毕竟是效能的核心区域，所以选择 Intel 4的制程。接着是上面的 Graphic Tile， 也就是 GPU 的部分，采用的是台积电 N5 打造。接下来下面2个 SoC 和 I/O Tile 则是采用台积电 N6 打造。最后 Intel 再将所有的区块 3D 封装在一起，这样一颗 Core Ultra 处理器就完成啦。另一个小亮点是 Intel 有在 Core Ultra 世代加入了低功耗 E-Core 的设计，也就是 E-Core 中的 E-Core。帮助低 loading 下的能耗可以降到更低，所以 Ultra 世代整体更偏向能耗。AI 的相关体验效能则是由原先的 HX 系列继续发力。不过对 MSI Claw 来说，重点中的重点是 Core Ultra 7这代的内显，也就是 GPU 换成了拥有8个 Xe Core 的 Intel Arc 内显 ，GPU 效能好了一圈，所以节能高效能 GPU 又好了一圈，听起来 Core Ultra 用在电竞掌机上好像就有这么一回事哦。这也是 MSI Claw 之所以可行的最大的原因。不过实际的效能现场无法仔细测，等之后台湾上市有机会的话，再来带大家详细来看。毕竟各家掌机我们几乎都有开码 ，MSI Claw 希望也不要错过了。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来看。这次 MSI Claw 在处理器上搭载的就是 Intel Core Ultra 7 155H 的处理器。这个 CPU 的名字虽然改了，但是逻辑不变，同样是579，越大越好。目前暂时就是对应过去的 i5、i7、i9。然后以笔电来说，后面的3个数字也可以暂时理解为越大越好即可。不过根据 MSI 现场伙伴的分享，实际上 MSI Claw 还是会有 Intel Core Ultra 5 135H 的版本。这个版本我认为对纯玩游戏的朋友来说，或许是个相对均衡、更有 CP 值的选择。
看规格的话，虽然 Ultra 5的 CPU P-Core 少了2颗，频率稍微低一点，但在 GPU 部分同样是用上了8个 Xe 核心的 Intel Arc 内线，频率也只略低了 0.05 GHz。所以对电竞掌机、传玩游戏来说，应该是这个蛮甜蜜的 CPU。只要 MSI 开个有诚意的价格，这个版本其实是要有吸引力的。第4个重点，接着来聊聊在现场摸大约2个小时左右的初步感想。先说一个规格外的亮点 ，MSI Cloud 虽然塞得很满，但重量也还可以，大约675克。我现场摸手感体感上接近 Steam Deck OLED 的重量，略重一点点。但是小亮点是 MSI Cloud 手柄的位置有做肉一点，所以整个握持体验还不错，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摸。不过在按键的回馈表现上，目前离完成还有一段距离。工程版本偏软且肉 ，MSI 说是量产版会再调，所以就等之后上市我们再来实测喽。第5个重点，这台用的是 Intel 的处理器嘛，所以 C 孔也支援 Thunderbolt 4，然后 MSI 也正在准备自己的扩充底座当中，也说不定会做成 Thunderbolt 4的扩充座。现场是有看到工程 sample 啦，设计还算漂亮。第6个重点，续航我们知道很大，53瓦时，但实际表现要后续来测。根据 MSI 现场给的数据 ，MSI Cloud 对比 L-Lite 在 Forza 5 1080p 的效能模式下 ，Cloud 大约可以撑2个小时，而 L-Lite 则是1小时5分钟。所以扣掉53瓦时对上40瓦时的容量差异后 ，Ultra 的能耗感觉是可以期待的吗？之后来测才能揭晓了。第7个重点，目前 MSI 有针对 Cloud 推出专属的 MSI Center M 界面，整体算漂亮。基础功能目前看工程机也都有了，瓦数也可以自定。插电之下最低可以选20瓦，最大可以到40瓦。电池模式下最低也有20，但最高就变35瓦了。除此之外，手动调整2个风扇的转速、效能设定档等等，目前都有了。但是我玩下来，还有几个玩家在意的细节调整项，比如说帧数限制、快速瓦数设定、GPU 设定、显示品质快速设定等等，目前还没 ready， 可能要等市售版才会更新了。MSI Cloud 目前北美预计开价 Ultra 7的版本799美元 ，Ultra 5的版本则是699美元，所以台湾应该就会跟 L-Lite Deck OLED 在类似的价位带上，企图心看来也是蛮强的。反正就等 Final 时机吧，目前只能说到这里，有机会再来详测。好，看完了第1个重头戏，接着来看今年的重量级笔电，我就挑几台有意思的讲。第1台就来猛的 MSI Titan 18HX。MSI 今年目前最顶的机器，采用的是 Intel Core HX 系列的 i9-14900HX 搭配上 RTX 4090独显，重点是有4个记忆体插槽，32×4就是128GB。M.2 SSD 也给了3条的空间，1条 Gen 5， 2条 Gen 4。最狂的是 MSI 用上了一整块超巨的 Vapor Chamber， 这应该是这几年笔电上前几巨的 VC 了。并且更狂的是 ，MSI 的 Titan 居然可以在 PL1 之下炸出200瓦的 CPU， 显卡加 CPU 更可以达到270瓦，也就是显卡175瓦嘛 ，CPU 就是95瓦，非常扯，真的是核弹级的效能。我还翻了规格表，变压器居然是400瓦呀！萤幕呢也很顶，用的是 4K 120Hz 的 Mini LED， 也有过 VESA Display HDR 1000的认证。根据我们了解，同样用的是大家比较放心的友达 AMOLED 方案，并且这组18寸顶级方案 MSI 应该会独占一阵子。键盘上也保留了机械式键盘，比较酷的地方是这次的触控板也采用了隐藏加模拟回馈的设计，所以无法真的按下去，而是透过震动模拟回馈。但现场的版本还没有 Final， 所以无法实测跟手度到底如何。接着算是兄弟机 Raider 18HX， 同样是 i9-14900HX RTX 4090 4个机体插槽，但 SSD 变成2个，一个 Gen 5， 一个 Gen 4。散热则是用了6根热管的方案 ，CPU 加 GPU 最大瓦数250瓦，变压器是330瓦的版本。这个效能其实也已经超顶了。萤幕同样最高可以选 4K 120Hz 友达 Mini LED， 不过键盘就是薄膜，触控板也是以往的方案。接下来这台也是 MSI 的新机，叫做 Stealth 18 AI Studio。Stealth 这个系列过往是比较偏向轻薄高效能，所以已经有14、16两个版本。这次的重点就是他们也出了18寸的版本，不过因为主打的是轻薄高效能嘛，所以处理器用的就是 Intel Core Ultra 9 185H， 但同样可以选到 RTX 4090，最大64GB 的 RAM， 2个 Gen 4的 SSD 插槽，并且最顶也有 4K 120Hz 的友达 Mini LED。重量大约就是 2.9 公斤 ，Titan 和 Raider 都是 3.6 公斤，所以的确啦，算是相对轻薄的机器。但18寸本来就很难跟轻薄扯上关系。另外来看2台比较轻便的机器，一台是 Crosshair， 另一台是 Sword，
都是用i7-1400HX 的处理器，最高也都是 RTX 4070的显卡，两台算是兄弟机，外观上非常相近。不过一台是140瓦，一台是105瓦。大家都知道，4060、4070其实100多瓦就可以到甜蜜点了。所以虽然在细节用料上两台还是有所不同，但105瓦的版本只要开价 OK， 其实是可以留意的。对了，这两台的 RGB 键盘，你觉得是多少分区的呢？先说不是 per key。好，答案是24分区，其实真的已经到可以以假乱真的程度了。Gaming 还有超多台，但我想聊的最后一台是叫做 MSI Cyborg 14。之前有15了嘛，这次出了14的版本。规格上 i7-13600H 加最高4060，搭配 Full HD 144Hz 的萤幕，然后重量只有 1.6公斤。规格上应该可以看出来不是高阶取向，对吧？所以 MSI 对这台机器的设定有两个，一个是最轻的14寸 Gaming 笔电，第二个是价格最亲民的14寸 Gaming 笔电。目前看北美入门规格的预计售价大约是999，台币3万多左右。不过就是3热管单风扇的3人方案 ，GPU 也非满血，大约45瓦。小亮点呢，则是有内建 RJ45。好，另外机能笔电都在讲 AI，MSI 也展示了很多酷的新东西，比如说第一个 ，MSI 加入的 AI 自动场景切换，像是开 Word 这边就会自动切换到对应的场景，开影片切换到娱乐模式，开游戏自动切换到游戏模式，并且不只是效能上的转换哦，像是看影片也可以自动调整 RGB 的亮度，改变荧幕亮度、效能设定等等。第二个 AI。DLSS 3.5 也是新的 AI 码。第三个 AI 是 MSI 推出了一个 AI 纹身图的工具，核心我们也问了，是基于 Stable Diffusion。我们现场也对比了 Core Ultra 跟上一代产图效率的差异 ，Core Ultra 有 NPU 加入后是真的快蛮多的。比较特别的是 ，MSI 这套生成工具最后可以输出 PSD， 所以 AI 产出的图片，你可以透过 Photoshop 再次重新排版或是运用素材，整体更加实用。产图的这台就是今年的 Creator 16 AI Studio 和 Creator Pro 16的全新模具，很漂亮耶！之后有机会再来开。两台最高都是 Intel Core Ultra 9 185H， 只是16显卡最高是 RTX 4090 ，Pro 则是 ADA 架构的 RTX 5000绘图卡系列，然后重量都在2公斤内 ，1.99公斤。萤幕最高也是 4K 120Hz 的 Mini LED。第四个 AI 重点 ，MSI 也展示了 Core Ultra 的 NPU。其实对降低即时运算的能耗有蛮大的帮助，像是左边展示的就是微软内建的视讯即时背景模糊，透过 NPU 运算 ，CPU 功耗大约只要10瓦左右。而如果是用传统 GPU 方案，例如 NVIDIA Broadcast，CPU 大约就要16-17瓦 ，GPU 则要26-27瓦，加起来也要40瓦左右。所以 NPU 其实未来的想象空间也是蛮大的。另外 MSI 也展示，只要软体支援的话 ，NPU 实际上是可以拿来影音转码。你可以看用来输出画面的时候，再用 NPU 运算，看到 CPU 负载就低很多了。好了，笔电就先到这里。最后 MSI 其实也展了超多新东西，像是17、32甚至49寸的 QD OLED 萤幕群，超级多栋的海景套房，真的都超美。甚至 MSI 也展出了海景套房加上 LED 的概念，你可以客制化放上你想要的任何动画。我们现场聊这个方案是有量产可能的当然成本也高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底下敲碗。另外 ，MSI 也展示了他们新的风扇连接设计，2个风扇是透过磁性吸在一起，上面和下面则有2个小方块，也是磁吸设计，一边控制 RGB， 一边控制风扇。你看我拔掉之后，风扇就停转了，再拔掉 RGB 断掉了，而只要插回去，风扇就开始转 ，RGB 同理，插上就回来了。现场也有新的 RTX 4070 Ti Super， 这张概念应该是来自创世卡前后风扇的设计。重点是金属件真的超美，我想敲碗银色版再加 RGB， 要求会不会太多？但重量也是真的撑。最后 ，MSI 也陆续推出了整个 SSD 生态群码。之前这个在主板上盖高楼的 Gen 5 SSD 其实就已经很狂了，今天在现场也展出了加上风扇的 SSD， 甚至还有水冷的 SSD。可以看到这边有邦普的排线，最高可以达到14 GB/s 的传输速度，也就是每秒14000 MB。不过水冷这个目前还是概念，因为其实风冷就绰绰有余了，所以风冷这个应该是有推出计划的。另外 ，MSI 也展示了6.1的 Gaming 路由器，甚至 MSI 预计会推出 WiFi 7的 Mesh Router。现场东西是真的超级多啦 ，MSI 应该算是这次 CES 新品超齐的品牌，一集真的讲不完。回台湾有机会再来慢慢开箱给大家看。我自己目前最期待的应该会是 MSI Cloud 一定的嘛。
有机会的话，再来开新的 Creator 和 Titan 2台的表现究竟如何？好啦 ，MSI 今年 CES 现场的总整理大概就到这里了，真的是超多机器，我们也尽可能都把重点和快速性的整理出来了，希望大家可以一次带走最多重点。如果还有想更多了解的细节，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不过因为目前都还没有机器可以实际来测，就算有也不能现在拿出来，对吧？我们就一起期待2024的新世代笔电一样精彩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